敢相信吗？在重庆有阳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，一面近乎垂直的绝壁之上，竟然隐藏着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。远远望去，群峰叠嶂，云雾缭绕，白色岩壁如刀削斧劈般横贯山体，几乎看不到任何能落脚的地方。可就在这片看似无法抵达的悬崖中，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悄然张开，像龙的嘴巴，衔住了整座山的灵气。而洞口之内竟藏着一座完整的庙宇，这就是龙头山半山腰龙嘴里的飞灵寺。相传它始建于明代，清朝乾隆年间重修，洞高10米，宽30米，洞中还藏着一眼千年不解的圣泉。传说诚心许愿的人取来泉水能消灾祈福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地方，至今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常年守护着这座寺庙。他满头黑发，精神矍铄，看起来不过50出头，仿佛时间在这里都走得格外慢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悬挂在绝壁中的神秘寺庙，看看这万丈悬崖上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重庆酉阳县的第2高山龙头山。从航拍的视角看过去呢，那是相当壮观。然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龙头山的下方，山的中间呢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面呢竟然还建有一座房子。那么在这座房子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现在我们准备去一探究竟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里的风景好美好壮观呀！现在我们的海拔是在1800多米。站在山顶上看风景呢，真的是一个字：绝。这条路还是非常好走的，是这种水泥路，一看就是现在才修的，因为它这个水泥印子都没有干。要是没有修这条路的话，以前来这里肯定是非常的困难的。根据我们拍这么多年的视频的经验，我猜测这个地方呢，肯定也是一座寺庙。目前呢，来这个地方有2条路，一条呢是可以直接导航龙头山，然后把车子呢停在龙头山的山顶上，顺着这条路就可以到达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是在龙头山的下方，不过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是导航哪里。那边需要爬山，我感觉相对来说的话，这条路比较顺畅一点。一路走下来呢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刚好挡住了这个太阳。你们有认识这个竹子的吗？这个呢叫做箬竹，是用来包粽子的。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来包粽子，它有那种淡淡的竹香味，包粽子那是一绝。这个视野是越来越开阔了。那个房子呢，就在我的左手边的山崖下，我们还需要顺着这条路走一会儿。哇，我的天哪！你们看，这条路走到这里呢，就变得又陡又险了。在这么险峻的地势中修出这么一条路，可想而知它的难度系数得有多大。很难想象，在没有修这条水泥路之前呢，它这个路是怎样的陡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呢，这条路它完全是笔直的，它是修建在2座山的夹缝之间。
好大的一股凉风呀，非常的凉爽，在这里面。这条路终于变平缓了，哇，这上面风好大呀！吹着让人感觉懒洋洋的。现在我们是走在这个岩壁的上面，在我的右手边下面呢是悬崖绝壁，还好有这些灌木的遮挡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下面，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海拔是非常高的，感觉对面那些山峰都没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座山高。这边这一段就有护栏了。一看这个也是刚修的，应该后面那一段它还没有来得及修，后续的话它肯定会全部给它修上。这里还有个陡车，它这个陡车应该是靠扛下来的。我感觉我们好像快到了。哇，快看，就是这里了，就是在这座山的崖壁下。这边这一段路都是紧贴着这个龙头山的崖壁走，要是没有修这条路的话，走上去那该有多惊险，都不敢想象。我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原来和我预想的是一样的，是一座寺庙。在那个寺庙的大门上写着“观音殿”。下面好多人呀，他们来这里应该也是烧香拜佛的。这位呢，就是守护这个庙的阿姨。你俩你贵姓啊？我姓李。姓李啊？我们这个寺庙叫哪个名字啊？我们这儿叫三环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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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庙叫哪？龙头山三环东。哦。那它这个名字有哪说法没了？有哪由来没了？这个名字就是观音菩萨，他是飞来的，飞来寺。飞来寺，飞灵寺。那以前是不是叫三环东啊？都是。哦，都是三环东。哦，都是三环东。哦，这个寺庙叫做飞灵寺。那这个寺庙有好多年的历史啊？几百年天下来。几百年。但是而且4号天气，山顶在那个推脚那个叔叔推脚。
哦，以前那寺庙的位置到哪个位置啊？在这个就说你适合天气那个这个噻，就说那个就立到那底下去的。哦，这儿是适合天气。那你晓得这个寺庙的具体的历史不？啊？那你晓得这个寺庙具体的历史不？具体要有好多年啊？我是几百年了嘛，几百年几百年天下嘛。哦，但这哈儿原来是叫罗和尚。罗和尚在这儿来那里。罗和尚在这儿来修庙。哎。哦，我看这个庙应该没修好多年哈。这个是才修起不6年，因为原来的才说原来这是适合天井。适合天井。而且做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赶紧来查丢儿。要去做学校了。哦，以前的。最后又来弄起又做他们来烧了。哦。烧了又我们又来弄外头又去啊。去下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师傅来修建设这哈儿。好，就把些外头查来就人打沙子来就弄这个。这个寺庙经过几次重建？20几个重建。那你好多年间？71。71，你们敢相信吗？他71，看起来最多60出头。你头发染过没有啊？没染过。从来没染过。哇，你这头发好嘞！我们不染那些头发。阿姨还是那种青丝白发，感觉像年轻时候没什么区别。那你现在是相当于吃啊住都在上面？哎，吃啊住啊都是在这儿没大了，这哈儿没大了，师傅就送来。哦，那你在这个地方守好多年了？我守是在这哈儿晚年家是几十年了。几十年。晚年家呢，就是这个师傅嘛来建设里去的，我们都是2月19、6月19、9月19。就这个季节比较热闹。哎，好，这个从这个师傅来建设起了，师傅找了20几个人来在哈儿守，不担心。守不下来。哦，你好多岁来了？又接我在这哈儿来了。哦，很多人就是吃不了这苦哈，这个条件还是有点艰苦。没得事，我管。我原来师傅来弄起来，这退掉他们要点那个我没大岁数，我在自问里的睡了2个月。哦。观音菩萨自问的，我就在哈儿拿起睡了。之前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来守没守得下去？以前师傅找几个，师傅找了来把这个立起了，师傅找了几个人嘛。哦，师傅找了几个，让他们没坚持住就走了。那你是好多岁来这个寺庙守的呢？哎，你好多岁开始守这个寺庙的？好多岁啊！我从而且才30几吧。30几？就是我们几十年了嘛啊。哦，那现在有。也是就好，我自个儿在这哈这个才建起5、6年噻哦。才来5、6年。哦，就是你按信的话，按信这个佛的话，就是有几十年了哈。哎，我按信我那样我就得有几十年了，但是经常都在上面来。哎，就是经常在这哈儿来。哦。就是才说你2月19，6月19、9月19我们都来。哦，就是说你长时间。我就是从屋里背起东西了就这儿来，到时刚来这哈儿聚会儿来吃啊。哦。从那个时候算的话，应该是33年的哈。40多年，40多年。他现在阿姨她71了，她30几岁就来了，40多年。是。那边佛像会神像的话是，好像是以前老庙子留来的哈。以前呢，但是我现在是。要想把他们弄来，我也摸不到弄到那哈儿。师傅有弄请求物料也没得饭吃，师傅也不同意啊。哦。我就是想带，要么就是在水厂，要么带二哈儿。我就是要想弄水泥，弄砖儿砌上去了过后，把他们挖起台子了，就把他们上头要做个盖，要做个那样的，把他们。哦，要整个房子，当然这件哈。像整个房子，给来才给他们。这个是文白的哈，这个它这个以前都是用木头雕开的哈。全部都是木料雕的。不要溜。哎，师傅弄得啊后头看。这个有好多年了，你晓得吧？这个。4个月多年了噻。多年了有半年了。我半年多可能没得。有哈，那个都有。看这个木料的话，看来年份也很久了。弄到后头看。
全部是从沟头拱下来了，我才记得上来呢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是一心想，寻这个老板来到这个路嘛啊，都是想寻这个老板嘞。我说你们无人机来拖东西嘛啊，就是意思就是想他们无人机拖东西嘛，拖来这哈儿嘞，我想帮他们安排好，看喊师傅来帮他们弄好。那你这边台灯是嘛样放的？台灯这个台子上，这台子上烧的一身晒的哟，当时这个是6月19，这些台就是弄来点灯的。哦，这里上面还有医生呀，在面前，在门前，在外面。他去年来呢，在面前，他在面前做个饭饭，在面前那样。哦，他们在晒出。哦，这是药材。这个是会看过的吗？我看到你那边山上，岩岩上面还长了个山萝卜呀，长得出来吗？突然跑不有。真有山萝卜。这是那个红薯啦。哦，红薯。哦，是。给担心结出来吗？我结得出来噻。结出来吗？我土有点薄哟。土不怕红色，不怕不它土啊，随便有的。我们那边，我们那边叫山萝卜。哦，你们还有山萝卜？山萝卜我们这哈也有，山萝卜是山萝卜。是另外一种哈。哎，我们不一样。山萝卜是山萝卜，但是那些是他个人自己生的。我看到下面还种了个菜哈，怕你在上面吃了的话都不用买了哈。差不多接不到买。都基本上不用买哈。基本情况个人吃个人呀。阿姨的话，她吃的那些菜基本上都是不用买的，都是靠自己种的，自给自足。那后面是不是有大山洞啊？后面才是你药沟头，有这个洞头，我们吃水走这个洞头上去可以有沟头平衡出来。哦，从这个。哦，它是穿的。哦。这个水干过没了？我们这个师傅卖到这儿来，你去我们冬时来冬时那些年真是要我们来吃开水的水就没得，要我们弄这儿要把它弄虾、弄子而且到去船前挂架，虾烧了他才来。哦，这个有点迷信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师傅到这儿来了过后，没干过了。哦，就之前有一个师傅。一涨水就失去10多方面就来了。阿姨说之前有一个师傅来的时候，他这里面是不缺水的，然后那个师傅走了之后，他这个水就干了。那后面呢，这个阿姨来了之后，这个水又来了，有点神奇感觉，有点玄学在里面的。我听到阿姨香凯讲，这个水还是神水啊？是神水，水水吃了半滴小水，包治百病。好些的是买起矿泉水来。那个矿泉水来灌进去。矿泉水来把那水倒掉了，就在这哈接回去吃。有些是灌了那个冻在边上头，有些吃一年。这对面是不是贵州啊？对面在那个方向是贵州。对面那个方向是贵州。这面是这面就是天馆、陈家街、转过去王墓，这个的后坪、后县王墓。那你的家里在哪儿哈？我的家要在后面的2千万多。在那边啊？那你平时回去不啦？没得时间回去。没得时间回去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庙里面。我就是在这哈儿，天晴落雨都在这儿。一年四季300多天都是在这里。没回去过。过年都在这儿，没回去过。你这种精神真的值得称赞。365天都在这里。那你如果说想下山的话，要走好久啊？到附近的街上。想硬是天的话，有2-3个钟头嘛。2-3个钟头啊？我看到这下面有条路上来是往哪里上的啊？下面有条路是到东河上来，我们就是穿条路来。车子可以开到哪个位置啊？可车子就开到这腿脚的平前。也还要走路啊哈？就要爬山上来噻。要爬山上来。有点家累，有点厉害嘞。但是就是像自个儿这哈儿整个斗起下来，你们又怎么样下来？我们这边可能还要好走一点哈。那下面像整个斗起上来了。那下面这条路是往哪儿去啊？这儿中间这条。路就是过厕所了，就是那边厕所。厕所。这个岩上应该不会掉石头下来噻？不得。怕落雨的话也淋不进来哈水。也不得，落雨他们是在那个位置，在那个宿舍面前点了。
下雨的话只淋到那个位置。对，这里是它落飘飘雨要飘进来，哦，不落飘飘雨，它一那样就带我跟栏杆明前去了。它这里呢，这个地势有着天然的优势，像一个巨大的伞一样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它下雨的话只淋到那个下面那个位置。哎，这上面通电哈。通电了。我看还有网，还有电哈。嗯。哦，我还是方便哈。我们师傅弄上来的。哦，师傅弄上来，以前就弄上来的哈。这才弄上来3-4年。哦，才弄上30年。嗯。在以前你们这个路没修的时候，好难走了哈，以前的路啊。但是小了走还是好走。还是好走。还是好走。哦。就没得现在好走。我那家老前辈娃去就说，来我有些这哈拿去就到家，有些背些拿完了，背些留完了，有些丢了留完了去挑人家拿完了。你在跑6月10就跑路噻哈。6月10就路噻，6月10就从初四以前。初四开始。哎。哦。平时这里人多吧？平时也管多，还有一天多。哦，平时也是。哎。也经常有人上来烧香哈。哎，经常都有人来。差不多下了都还有人来。那以前的老庙子大不？你以前的老庙子嘛，才说你15天就嘛弄那个山顶的那个头头就开了。哦。就大噻。好。最后做那些茶的那些文化大革命那样嘛就茶的了嘛，就最后留来弄新盖一条，就下的是那样。哦，是这样。这阵最后又做那些又来烧过云，但是来烧过云是，凡是些参加狩猎没得好是什么？没得猴报哈。全部走了。你现在在上面平时种的哪样菜吃啊？我是种白菜呀，黄瓜呀，萝卜尖，种几年，种起云来的个没得。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菜哈，根本就不愁吃哈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娘娘。我们再参观下这个庙。好，要得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庙的周围的环境。这边放着几尊神像或者是佛像呢，它是以前的老庙子遗留下来的，全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。这上面还晒了有很多药材。像阿姨，她要是不说出她的年纪的话，你根本猜不出她的实际年纪。我感觉像。刚才说60多都有一点说老的，感觉有点像50多。在他头上没有看到一根白发，像我这个年纪都有白发了，居然在他的头上看不到一根白发，是不是很神奇，很难得感觉？这后面呢是一个洞穴，听阿姨说呢，后面这个洞穴它是一个穿洞，可以走到上面的。那个龙头山的顶上，站在这个洞口前呢，一股凉风从里面吹出来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穿洞，它里面空气它是流通的。这外面上了一道铁门，因为它存在安全隐患，所以呢就锁上了。像阿姨呢，她在上面生活的水呢和喝的水呢，都是源自于这个洞里面。底下呢还修的有2个蓄水池，所以它吃水是不成问题的。刚才还听阿姨说，这个水呢是圣水，是神水，喝了能够包治百病。当然这里面有点玄学哈。这个庙的后面呢，它是一个斜坡，它不能爬上去。上面还放了有很多神像和佛像，这些呢也是以前的老庙子留下来的。这底下也是一口大大的水缸，里面的水呢也是满满的。
来给你们感受一下居高临下的感觉。站在这上面可以看到一览众山小的绝顶风光。看，这些都是为你们打下的江山。哎，往哪边看呢？那边还没倒下，看这边。哈哈，逗你们玩的，我怎么可能倒下呢？回归正题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观音殿。这里面供奉的有观世音菩萨，中间这位就是，然后旁边呢是财神爷。旁边这尊呢就是药师佛。这座观音殿呢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下。在这个殿前呢，还放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香炉，用来烧香和烧纸用的。这些是阿姨晒的衣服，因为她吃住行都在这上面了。这里面不仅通了电，还是通了网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在这个墙壁上还贴了有很多功德碑，一些捐赠人的名字、功德名单，不过都是近代的。看这里有一个中国移动网络盒子，有这个呢，就证明它是有网的。在这个门前呢，就是阿姨种的一些蔬菜，有黄瓜，有小白菜，还有底下呢还有南瓜。所以呢，大家不用担心阿姨的吃的问题。这边是阿姨堆放一些杂物的，堆放那些香烛、纸之类的。这边是一个厨房，看这边，在这个崖壁上呢堆了有很多这种石碑，不过这些字迹都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，看不清了，应该是以前遗留下来的。刚才我在这个崖壁上看到阿姨种的有这个红薯，我都惊呆了，在这个绝壁上都能种红薯。我刚开始呢还抱着那种怀疑的心态，刚才问了阿姨，她说她能够结出来的。阿姨她说她带我们去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平台，就这边。好鸟是吧？我的天哪，这上面好凉爽呀！如果说在这边再来一个汉服的话，那绝对是仙气飘飘，超级绝，刚好和这个风景搭配。啊，三月哦，真的有种说法的哈。喜听你精华，哈哈哈！好。这个就1、2、3K哦，哈，给你搞直播呢。呵呵。叔叔呢，特意在那边修了一个台子，用来晒药材的，好像修仙台啊那个地方。今天要是带一套汉服穿起来拍一下，那肯定是
大片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可以看到底下那条路线，就是从那底下可以上来，车子呢可以停在底下。刚才我们看到有人从那边那条路线过来，也是同样导航龙头山。这里呢就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房子呢，它是修建在这个崖壁底下的。这个地方无论是从它的地理位置还是其他方面，都是堪称一绝的。虽然说这里的海拔比较高，地处呢也是比较偏僻，但好在它是通电通网的，像阿姨生活在这上面也不会觉得枯燥，太佩服她这种精神了。如果说大家想来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重庆市酉阳县龙头山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